从古至今，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和管理世界，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学运算。各地的先驱们相继发明了各种计数工具，提出数学定理。从最基本的数数到复杂的数学模型，每一步都反映了人类社会科技和文化的进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使计算方式从原始计算过渡到机械计算，机械计算设备开始在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电子时代悄然来临，人类智慧的结晶集成电路应运而生。伴随着集成电路的出现，作为计算机核心运算和控制中心的大脑，中央处理器也随之诞生。1804年，法国人约瑟夫·玛丽亚卡尔发明了使用打孔卡仿制图案的提花编织机，控制设备自动化仿制的那张打孔卡纸上便打下了指令初期的烙印。1834年，英国数学家、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在之前设计的差分机基础上，开始设计名为分析机的计算设备。分析机采用亚卡尔发明的打孔卡进行数据的输入和输出，提出了最初的算术逻辑单元概念——磨坊。它可以执行4种算术运算。执行过程中提出了条件分支和循环形式的控制流思想，不仅能执行特定的运算，还能按照给定的数据顺序执行一系列操作。此外，巴贝奇还提出了齿轮式存储器、存储仓库的概念，使这台机器能够保存1000个50位的十进制数字。至此，巴贝奇构想的这台机械式通用计算机为未来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了近乎完整的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巴贝奇的差分机就初步具有时序的概念。在他的设计中，机器运算时需要人工摇动差分机的曲柄带动主轴转动，机器主轴每旋转1圈就进行一次加法和进位运算的迭代，每转动4圈便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经见日月星辰度里，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时间主宰着一切，人类如同繁星点缀其间。自古至今，从晨曦微光至夜幕低垂，时间的脚步从未停歇。它赋予了四季更替、日月运行以秩序，以一种无形却至关重要的力量编织着万物生长、更迭往复。在电子的维度中，时间不再是自然的流逝，而是通过抽象逻辑转化为一种精确的纳秒级的脉动，时钟脉冲。它以恒定均匀的节奏跳动着，为电子世界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时间基准，使得硬件之间能够按照这个节奏执行指令和进行不同的计算控制活动，让数据得以有序流动，加以记忆，搭建出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而在微观角度审视，时间又何尝不是大脑的一种无形暗示，将生命赋予意义，将宇宙赋予灵魂。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元件开始流入市场，计算机主体也从机械向电子进行转变。电子元件的快速开关和逻辑门电路的引入，使得计算机开始具有复杂逻辑运算的能力，并逐步实现了自动化的数据计算和处理。1883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在研究灯泡时多放了一个带有薄片的电极进去，他因此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第三极通正电时，薄片毫无反应，但通负电时，薄片随即翻腾漂浮。当时的爱迪生并不知道此现象的缘由，直到1901年，英国物理学家欧文·理查森证明电子的激发态可以引起薄片漂浮，提出了著名的理查森定律。由于这一现象是爱迪生第一个发现的，因此也被称为爱迪生效应。1904年，约翰·弗莱明在爱迪生效应的基础上，通过灯泡内的金属板来控制电流的方向，可以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实现了单向电流的整流功能，从而发明出二极管。1906年，美国发明家里德·弗雷斯特在二极管的阴极和阳极之间放置了一个控制栅极，使得电流可以通过栅极电压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了信号放大，发明出真空三极管，由此正式拉开了电子工业革命的序幕。1937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分析学家、理论生物学家、哲学家艾伦·麦西森·图灵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文中提出了一种抽象化的通用计算模型，由一个虚拟的机器来代替人类进行数学运算，把人们使用纸笔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看作两种动作：在纸上写上或擦除某个符号，将注意力从纸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为了模拟人类的这种运算过程，图灵假想出一台由一条无限长的纸带、一个可以读写纸带的操作头、一个控制操作头移动的规则表、一个状态计算器组成的机器。这个机器模型被后人称为图灵机。图灵机进一步描述了计算过程中的控制流和时序的概念。
那个控制操作头移动的规则表被视为最早计算机指令集的抽象形式，具有条件分支、存储机制、循环或递归的特性，也被称为图灵完备。1938年，美国科学家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约翰·阿塔纳索夫和他的研究生克里福德·贝瑞设计出能解线性代数方程的计算机。两人分别取姓氏的第一字母 A、B 与 computer 的首字母 C 进行组合，将这台计算机命名为 ABC。ABC 是第一台自动电子数字计算机，它使用电子管作为算术逻辑单元，用再生电容作为主存储器，打孔卡片做辅助存储器。两组电容每秒绕主轴转动一次，时钟频率为60赫兹，使用二进制进行运算，完成一次加法运算用时1秒。它不可编程，仅设计用于求解线性方程组，使用重复加法和减法、符号感知、移位和自动顺序控制等，作为从一对方程中消除指定变量的主要步骤。ABC 计算机提出了类指令概念，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按钮和开关执行指令，开创了现代计算机的重要元素。尽管 ABC 计算机相比于早期的计算机有了重大进步，但它无法全自动地解决整个问题，在运行过程中仍需要操作员通过前面板的开关和跳线进行操作。1940年，阿塔纳索夫在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的年会上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莫奇利，两人相谈甚欢。于是阿塔纳索夫盛情邀请莫奇利到他所在的爱荷华州立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去参观他设计的那台专用电子计算机 ABC。 等莫奇利来了之后，阿塔纳索夫毫无保留，把自己制造电子计算机的核心技术都讲解给了莫奇利。5天之后，莫奇利因为要参加美国国防部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莫尔电气工程学院举办的研究生培训班，也没好好道个别就匆匆离去。此时的莫奇利对 ABC 计算机的关键技术已了然于胸，并在心里暗暗决定整台一台更完美的计算机。1942年 ABC 计算机顺利完工并成功进行了测试，可重复使用的内存、逻辑电路、基于二进制运算、电容存储器等设计为后来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 IBM 根据哈佛大学博士霍华德·艾肯的设计，制造出一款求解微分方程的机械式电子计算机，将其命名为自动顺序控制计算机。同年移交给哈佛大学后改名为哈佛 Mark 1。机器主体由开关、继电器、旋转轴和离合器组成，使用了765000个机电元件和数百英里的电线，体积为23立方米，重量约为4.3吨。基本计算单元必须并以机械方式同步供电，驱动15米的驱动轴，因此采用了3.7千瓦的电动机作为主电源和系统时钟。机器本身无需人工介入，可以全自动运算。这台计算机的设计包含了分离的存储系统，这种设计使得计算机可以同时读取指令和数据，从而提高了效率。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真空管被大量应用于军事方向的数据计算设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气工程学院的莫奇利和艾克特为首的小组研制出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艾尼亚克，它隶属于美国军方，于1943年开始研制，总共花费48万美金，主要用于美军的弹道研究实验室给陆军提供火力弹道表的非线性方程运算。艾尼亚克重30吨，占地约为140平方米，使用了约18800个真空电子管作为基本的运算元件，1500个继电器，功率达到174千瓦，使用10进制运算，每秒可以运算5004加法，是手工运算的20万倍，使用了基于物理机制的机械旋转鼓来产生时钟信号。1946年，艾尼亚克正式交付军方使用。艾尼亚克是继 ABC 计算机后的第二台电子计算机，也是第一台图灵完备的通用计算机。在艾尼亚克正式投入运行那年，此前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匈牙利美籍犹太人数学家、理论计算机科学与博弈论的奠基者约翰·冯·诺依曼发表了关于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草案。文中提到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体系结构：第一，由二进制替代十进制；第二，在结构上分为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5大部件，以运算器为中心，输入输出设备与存储器的数据都传送至运算器运算。第三，核心内容是采用存储程序思想，指令和数据以二进制形式存于同一存储器，指令由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通过控制单元从存储器中按地址取出指令，并根据指令的操作码执行相应的操作。数据总线和指令线共用，但取指令和取数据不能同时进行，所以指令运行速度会受到限制。这种架构的优势在于其简洁性、通用性和灵活性，使得计算机能够执行不同类型的任务，并支持存储程序的概念，使得程序可以被修改和更新。后来
冯诺依曼带领艾尼亚克的原班人马开始采用新架构，重新设计了整个通用电子计算机架构，研制了 EDVAC。后来这一设计被称为冯诺依曼架构。因为完成这篇论文时，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所以也被称为普林斯顿架构。还有一种架构，就是之前 IBM 移交给哈佛大学的哈佛 Mark I 计算机所采用的指令和数据完全分离存储的架构。第一，采用并行结构，将指令存储器、指令总线和数据存储器、数据总线进行相互分离，这样执行指令的时候，取指令和取数据可以同时进行，安全和稳定性高。第二，一般指令线宽于数据线，执行效率更高，速度也更快。第三，指令大多是字节指令，大大提高了程序存储器的空间利用率，有利于实现超小型化，但是会增加成本和软件设计的复杂度，需要统一规划连接地址等。由于当时最初的设计在哈佛马克1上体现，所以被称为哈佛架构。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改进型哈佛架构，即将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等两组系统总线合为一组，使用分时复用的方式进行访问，节省了总线资源，而且没有改变哈佛结构数据和程序指令分开存储的本质。就目前的微型计算机而言，人们已经在哈佛架构和冯诺依曼架构的基础上，在处理器内部增加了缓存结构，分为 D-Cache 和 I-Cache， 分别用于存储数据和程序指令，外部则使用 RAM 存储数据和指令。只有需要改变数据时，处理器内部缓存才会到 RAM 中加载新的数据，这种方式就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这是一种混合式架构，从内部看属于哈佛架构，从外部看则属于冯诺依曼架构，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冯诺依曼架构或者哈佛架构了。除了冯诺依曼架构和哈佛架构，还存在其他一些计算机架构，这些架构可以是基于不同的原则和设计理念，用于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随着电子管计算机开始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它的诟病也就被发现出来，它体积大且故障多，能耗高又价格贵，于是找到一种体积小且故障少、能耗低有价格贱的计算机方案，成为新的研究目标。1947年，当时在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小组内的两位科学家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根据此前肖克利通过三极管和皮恩杰提出的半导体放大信号功能的场效应设想，用几条金箔片、一片半导体材料和一个弯指架制成一个可以使电流传导、放大和开关的小模型。他们把这一发明称为点接晶体管放大器。但是离谱的是，由于肖克利与人交往能力比较差，后来他俩在申请专利时没把提出理论的肖克利加上去。肖克利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吃老子饭还砸老子锅？于是他憋着一股气就开始自己搞。去球，不跟你们玩了。1949年，肖克利将这些功能都集中在半导体内完成，发明了双极节性晶体管 BJT， 这可比他俩的强多了，至少不会门一关就把导线给震下来。于是节性晶体管开始逐步取代笨重的电子管，成为真正有用的晶体管，正式开启了微电子时代的新纪元。在同一时期，随着铁幕落下，冷战正式开启，世界被撕裂为东西两极。为了在军备竞赛中压过彼此，小型化、高可靠性的计算机需求开始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领域科学家的贡献，晶体管本身也在不断进化，体积越做越小，成分上逐步从锗元素向更常见的硅元素靠拢。比起锗晶体管，硅晶体管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和电压。1952年，英国的电子工程师杰弗里·达莫在美国的电子元件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他在最后说道，随着晶体管的出现和半导体研究的普遍开展，现在似乎可以设想电子设备被制成一个没有连接线的固体块，该块可以由多层绝缘、导电、整流、放大材料组成，电子功能通过切割各层的区域直接连接。它的核心目标是采用一定的工艺，取消杂乱的导线设计，将原有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电阻、电容、电感等各类元件连接在一小块半导体芯片上。这一概念被称为集成电路。1956年，肖克利因为发明了晶体管，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眼看着德州仪器公司靠自己发明的晶体管赚得盆满钵满，他瞬间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行，我一个诺奖在手的祖师爷就不行了。于是他回到了家乡，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山谷的山景城，结识了当时发明 pH 表的阿诺德·贝克曼。两人都觉得半导体市场大有前途。于是，在贝克曼的资助下，创建起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并招揽了8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进行培养。起初，他们8人准备用硅代替当时较为昂贵的锗来制造晶体管，再加上诺奖老板的神之一手，攻占市场那指定是洒洒水啦。可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他老板虽然技术上有点东西，
但纯就是个疑神疑鬼的匠驴。抛开人品这方面不谈，在硅材料已经成为趋势的大背景下，他把硅晶体管项目撇了，发誓要带着锗半导体一起入土。这8个人可直接傻眼了。老板撅一下带公司入土还好说，万一要是心一横，带着他们8人一块入土可咋整？1957年，他们8人选择集体离职。这8人分别是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尤金·克莱纳、希尔登·罗伯茨、杰伊·拉斯特、维克托·格林尼奇、朱利叶斯·布兰科克、吉恩·赫尔尼。其中的罗伯特·诺伊斯与戈登·摩尔可是合伙创业。他们来到纽约，找到了一家叫做仙童摄影器材的公司，并向公司创始人希尔曼·菲尔柴尔德寻求合作。在抠索了菲尔柴尔德3600块养老金和答应给他2年的购买特权后，仙童摄影器材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大名鼎鼎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肖克利在得知消息后，气得血压低压比高压还高，痛骂他们8个人是8叛逆，他的发财梦就此破灭。贝克曼看到公司这样的光景后，也不由得对肖克利感叹：死了啦，都你害的啦，拜托。于是2人大吵一架，既然你眼里没有我这个老板，那你干脆把公司卖了得了。说完后，肖克利转头决定回家休息，等明天平复心情后再来公司。结果第2天到公司后，他发现不对劲。哎呀，你大爷呀！你给我干哪儿来了？公司真被贝克曼给卖了，他只能回归到学术领域，接受斯坦福大学的邀请，灰溜溜的去当电气工程专业的教授去了。同年，美国陆军钻石军械引信实验室的杰伊·拉斯罗普和詹姆斯·纳尔发明了一项光刻技术，并申请了专利。该专利可用于沉积薄膜金属条，从而用于连接陶瓷板上的分立晶体管。它还用于在二氧化硅层中蚀刻孔，以微加工二极管阵列。在1959年，拉斯罗普去了德州仪器公司工作，而纳尔则加入了仙童半导体公司。1958年，世界上第1块集成电路由德州仪器公司新聘的工程师杰克·吉尔比完成。这是一块长11.1毫米、宽1.6毫米的锗半导体，上面集成了晶体管、电阻和电容等多种元件。在全人类的共同见证下，这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被时间沉淀出不可估量的价值。1959年，8叛逆之一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吉恩·赫尔尼发明了关键性的平面工艺。1960年，仙童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诺伊斯以平面工艺为基础，用硅发明了更为实用的集成电路。因为那时德州仪器公司吉尔比的集成电路并不完善，在电子元件的连接过程中仍然用到了导线，所以诺伊斯说，我大仙童的集成电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成电路。于是2家公司在整个60年代都为集成电路的发明专利吵得不可开交，最终法院判定你俩也别争了，这玩意儿我们反正也不懂，你俩就好商好量的共享一下集成电路之父这个称号吧。集成电路的生产制造过程称为光刻。随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光刻技术也被引入印刷电路板 PCB 中导电路径的制造。早在1936年，奥地利发明家保罗·艾斯勒提出了要把电路板与印刷术结合的想法，研究出了薄膜技术，采用照相印制工艺在绝缘板上形成具有耐酸性的掩蔽层导线图形，然后用化学药品溶解掉未被掩蔽的金属面，电路图就被蚀刻留在了金属板上。就像拍照底片一样，印刷电路板的概念被提出，薄膜技术也给后期的光蚀刻奠定了基础。1962年，贝尔实验室美籍韩裔科学家姜大元和美籍埃及裔科学家马丁·阿塔拉等人成功开发了一种相比于 BJT 更适合集成的新型晶体管，叫做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简称 MOS 管。这一发明直接揭开了 MOS 集成电路的篇章，成为半导体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同时为半导体存储器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MOS 管问世后，包括 BJT 在内的其他晶体管几乎被碾压式的赶出了市场。优点在于它的工艺更简单，集成度更高。比如拿一张现在用的 256G 长15毫米宽11毫米的 Micro SD 卡来说，内部包含着1万亿个 MOS 管，比银河系中的恒星还要多。1965年，担任仙童半导体公司研发总监的摩尔被邀请为电子学杂志35周年纪念刊撰稿，主题是预测未来10年半导体元件行业的未来。他提出了集成电路的发展和时间的指数关系，即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每过1年，单个集成电路中的元件数量就会翻一番。到了1975年的时候，他又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将预测修正为每2年翻一番，这也被人们称为摩尔定律。虽然这个定律听上去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却一直影响着集成电路的发展方向。1968年，
诺伊斯在仙童半导体公司的一场 CEO 争夺战中失败，同时他也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性格，讨厌日渐官僚化的公司风气。随后，他与葛登摩尔、安迪·葛罗夫离开了仙童，打算再次白手起家开创事业，筹建一家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三人一致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半导体市场是计算机存储芯片。吸引他们成立新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市场几乎完全依赖于高新技术，你就只管往一个芯片上猛堆电路就可以了，谁集成的最多，谁就是这个行业里最牛背的。基于以上考虑，摩尔开始为新公司命名，提出由集成和电子两个英文单词进行组合，象征新公司将在集成电路市场上飞黄腾达。集成电路公司英特尔就此成立。英特尔公司掀起了半导体工业领域的新浪潮。肖克利或许未曾预料到，他在圣克拉拉山谷播下的半导体种子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当年在他手下工作的巴帕尼离开后，将这些种子精心栽培，创办了如仙童、英特尔等一系列创新公司。短短几十年间，这些种子如蒲公英般四散开来，繁衍出一片引领世界的茂密森林。这片森林就是如今的电子王国硅谷。直到此时，每台计算机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向上兼容的机器，或具有多种不同实现的计算机架构，为一种机器编写的程序无法在其他类型的机器上运行。即使是同一家公司，其他类型的机器也无法运行，客户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忠于某个品牌，因为他们购买的下一台计算机无论如何都不会兼容。那时，唯一的顾虑通常是价格和性能。1951年，时任 IBM 总裁的小沃森觉察出市场的变化，聘请冯诺依曼作为 IBM 的技术顾问。这个举措给 IBM 的计算机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1955年，IBM 使用晶体管启动了 IBM 7030 Stretch 超级计算机的研发项目。设计人员开始使用一种称为指令流水线的技术，使得处理器在不同的完成阶段能够执行多条指令。几年后，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方法，即在单独的算术逻辑单元上并行执行多条指令。处理器不会一次只执行一条指令，而是会寻找几条彼此不依赖的类似指令，然后并行执行它们。这种方法称为超标量处理器设计。1961年，小沃森为了进一步对计算机技术进行革新，启动 Spree 的计划特别工作组。他先后召集了6万多名新员工，建立了5座新工厂，目的是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来代替单个晶体管的设计，并将所有细分市场的技术进行归拢后合成为一台机器。IBM 的开发人员认为这个设计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细分市场所需的功能，就如同圆一样，360度完美无缺。1963年，小沃森开始领导 IBM 进行这场载入史册的惊天豪赌，投入50亿美金，对当时的 IBM 7000系列进行升级，研发出一款大型机系统，将其命名为 IBM System 360。由于它本身的通用化，需要一种能够合理支持处理所有简单的二进制数字和文本、科学浮点数字以及会计系统所需的二进制编码的10进制运算形式的能力。简单理解就是指令与硬件之间的桥梁。这个能力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指令集架构。它构建了计算机世界的底层生态，指令的概念开始具象化。其实处理器执行指令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指令集说白了也就是处理器拥有的能力。比如我们自我介绍，会说自己会唱歌、会跳舞、会 rap， 还会打篮球。处理器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指令集也就对应着不同的功能。例如会加法运算，会跳转，会比较大小，会向计算器中搬运数据，饿了会吃饭，下雨了会打伞。程序员在控制处理器执行某个任务时，就会从它们对应的指令集表里找对应的操作进行编程。那个时候，大部分程序都采用汇编语言编写，什么面向对象、设计模式的概念，通通没有。不同类型的指令集架构，除了影响程序员编写程序以外，还会影响处理器的硬件设计。厂商会根据不同的指令集去设计指令在处理器内部如何通过电子元件被解析、执行以及管理数据流的过程等。这个过程设计出来的硬件结构则被称为微架构。而现如今常见的几个厂商的微架构，如英特尔的 Skylake、Kaby Lake、Coffee Lake 等， AMD 的 Zen、ARM 的 Cortex、A53、A72、A76，IBM 基于 RISC 的 Power， 英伟达的途锐，苹果的 A 系列和 M 系列。由于计算机的机器指令并不是人话，程序员们自然想要指令集更为丰富一些，这样写程序就会更简单一些。谁不想愉快的摸鱼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节省指令代码的存储空间，那时候存储可太稀罕了。种种因素导致下，复杂指令集应运而生，但经过一段时间后，
人们发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单条指令的功能比较复杂，处理器厂商根据指令集去设计微架构时，反而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于是，在机器指令和处理器之间加了一层晶体管存储编写的程序，命名为微码。硬件再根据对应的指令集规则解析出相应的微指令。但是由于指令的复杂性，这一设计非常消耗晶体管。1964年4月7日 ，IBM 将 System 360正式推向市场，它开创了兼容性的新时代。从此，计算机不再被视为单个组件的集合，而是平台。它的出现涵盖了大型机、小型机、商业领域、科学研究等，并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在机器上进行针对性的功能扩展。1971年，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泰德·霍夫、费德里克·法金和斯坦利·马泽尔团队接到一个给日本巴士康公司的台式计算器开发一套定制设计和制造12块不同功能芯片的项目。身为研发经理的霍夫觉得日本人提出的方案成本太高了，商品的定价连成本都包不住，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外部软件的操纵下，以简单的指令进行复杂的工作，提出了要把方案里多个集成电路整合成一个的想法。但是这一提议遭到日本人的拒绝，但诺伊斯觉得这是个好想法，他亲自出面支持。最后巴士康管理层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由法金主导设计开发了4种芯片：4001 ROM 存储芯片、4002 RAM 存储芯片、4003移位寄存器组成的输入输出扩展芯片和4004 4位逻辑运算芯片，称为 MCS-4 系列，由中央处理器、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的结构构思了出来。为了显示出它的小巧，英特尔给它起名叫做微处理器。世界上第一款商用4位微处理器英特尔4004诞生，它由2250只晶体管组成。它的诞生标志着计算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微处理器时代正式开启。在此之前，负责执行指令和控制计算机操作的核心部分有多种命名方式，包括控制单元、算术逻辑单元、主处理器、处理单元等。直到英特尔4004微处理器的出现，这些功能才被集成到一个单一的芯片上，从而正式确立中央处理单元 CPU 这一名称。1972年，彼时英特尔的主营业务还是半导体存储器市场。英特尔4004的成功促使英特尔可以投入资金继续研发更强大的微处理器，于是趁热打铁推出了8位处理器8008。它实现了 CTC 公司维克多·普尔和哈里·派尔为可编程计算机设计的通用指令集架构。1974年，英特尔推出8位微处理器8080，在当时冷战军备竞赛的背景下一度被重用。这款处理器成为早期个人计算机核心运算单元，如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 Altair 8800的心脏就选用了8080，从此奠定了个人计算机的基石，成为业界标准。此时正值经济衰退顶峰，英特尔裁掉大量的员工，年底焦躁不安的法金离开了英特尔，与拉尔夫·昂格曼共同创立 Zilog 公司。1975年，摩托罗拉推出了8位微处理器 MC6800， 只需要一个5伏电源供电，有16位地址总线，可以直接访问 64KB 内存和8位双向数据总线。它有72条指令、7种寻址模式，总共197个操作码，时钟频率最高可达1兆赫兹。1976年，英特尔推出最后一款8位微处理器8085，采用 NMOS， 由单个5伏电源供电，时钟频率3到5兆赫兹。同年 Zilog 推出了法金的心血之作8位微处理器 Zilog Z80， 主要就是为了与它的竞争对手们比拼性价比。 Z80 的兼容性、可承受性使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配合 CP/M 操作系统取代了英特尔8080和8085，在家用电脑中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个人计算机革命。1978年，英特尔推出由曾就职于贝尔实验室、IBM 沃森研究中心的斯蒂芬·摩尔担任首席架构师设计的首个16位微处理器英特尔8086，时钟频率5到10兆赫兹，它有20条地址线，理论上可以寻址到1兆字节的物理内存空间，以复杂指令集、寄存器集、内存管理、中断和异常处理、多模式操作、向后兼容性、指令集扩展、微架构等为中心的设计，让8086处理器架构成了经典。后来 IBM PC 选择了8086的兄弟型号英特尔8088为核心处理器，开创了个人计算机的黄金时代。由于后续英特尔的几款处理器型号都是以80、86命名，因此统称这一处理器设计为 X86 架构。后来加上各类 IBM PC 兼容机的出现，使得 X86 架构的生态进一步丰富起来。
也可以说 IBM 和它的兼容机厂商们是帮助 x86 架构成为行业标准的大功臣。现如今，在微机原理中，x86 架构的支持内容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市场中，它也仍是主流计算机和服务器的首选方案。1979年，摩托罗拉推出了32位的 M68K 处理器，时钟频率为4至 16.67兆赫兹。它采用了微码的设计，其中1/3的晶体管都被设计在微码上。但是只要是代码这东西吧，它难免会有 bug， 微码也不例外。但修复和调试微码的 bug 可比普通代码困难多了。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帕特森被委以重任来改善微码的设计，为此他还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论文，认为微码设计的复杂性问题很难解决。问题是微码这种设计再去精简改善这个操作本身就很脑瘫。帕特森觉得指令集太复杂了，于是他主张把指令集瘦身，让处理器执行得更快更高效。1980年，帕特森和他的学生大卫·蒂泽尔完成了一篇名为《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概述》的开创性论文，文中提出了精简指令集 RISC 的概念，而不遵循论文中提到的精简指令集半导体原则设计的其他指令集则被称为复杂指令集计算机 CISC。 此时的赛道上， CISC、RISC 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成为两种指令集架构。 CISC 的核心思想是采用复杂的多时钟周期指令，而 RISC 架构的核心思想是精简处理器的指令集，一个时钟周期运行一个指令，加快处理器速度。简而言之，使用两种架构同样编写一条指令，把大象放进冰箱里 CISC 情况下编写，把大象放进冰箱里这一条指令就够了，其他具体的操作就不用管了。而 RISC 情况下需要编写向前走，打开冰箱门，向右走，搬起大象，向左走，放入大象到冰箱冷冻室里，关闭冰箱门。随后，加州伯克利大学依照此理论基础，设计出了第一颗精简指令集处理器 RISC-V。这颗处理器的设计远比当时已经相当流行的 CISC 处理器简单得多，但整体功能上的表现却与 CISC 处理器不相上下。从此，处理器的设计方向便分别向着这两个大方向发展。同年， IBM 的约翰·科克团队推出了基于 RISC 架构的 IBM 801计算机，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了高性能。1981年，英特尔在原8086的基础上进行增强，推出了80286，采用虚拟内存机制，引入保护模式，支持32位寻址线，以达到更大的地址空间。但是由于性能比上不足，比下还不足，一度成为了业界的笑话。1982年， IBM 为了防止英特尔进行垄断，开始扶持一家公司，要求英特尔将 x86 指令集专利授权给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此前一直紧跟英特尔的脚步，英特尔做什么，他就仿制推出同样的产品，然后进行低价出售。只因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杰里·桑德斯曾经是先童的销售总监， IBM 这样做就是恶心英特尔。而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 AMD。 1985年，英特尔在80286的基础上推出了32位的80386，引入保护模式下的内存管理，支持局部终端描述符表和系统描述符表，使得操作系统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任务切换和访问硬件资源。但是当时的 IBM 太过于保守，觉得32位应该没什么用，还是要延续 IBM 的全套解决方案的传统，引领标准才是硬道理。于是他们没有采用80386，反而去开发自己的16位操作系统 OS2。 与此同时， PC 制造商们也不愿意换用这款 CPU 来更新自己的产品，于是英特尔打出了 IT 史上最牛逼的红叉广告。他在286三个数字上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并在旁边386三个数字下附上广告语：现在你可以在286系统的价位上获得386系统的性能。这个广告让消费者对于386的兴趣大增，从而使其开始热销。同年，斯坦福大学约翰·亨尼斯研究团队基于精简指令集开发出了 MIPS 架构，推出了 R2000 处理器，通过简化指令集实现了高性能，成为了计算机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其优秀的性能和可扩展性， MIPS 架构迅速成为工作站和服务器领域的主流选择。但现如今因商业运作不敌 x86 和 ARM， 已经开始逐步走向没落。1989年，英特尔推出80486，在 x86 架构下首次使用了 RISC 技术，实现了5级标量流水线结构的设计，集成了浮点运算单元。 CISC 与 RISC 开始交互发展，这也标志着 CPU 的初步成熟与传统处理器发展阶段的结束。CISC 和 RISC 这两个术语的意义已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与此同时，爱康电脑公司的索菲亚·威尔逊和史蒂夫·福伯也基于 RISC 设计出了 ARM 架构，将处理器、内存、外存、
输入输出接口做在同一个芯片的结构。因为只使用一个硅片，也被称为单片机。ARM 架构则凭借其出色的能效比，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物联网嵌入式设备中流行开来。现如今，苹果公司的 M 系列芯片就基于 ARM 架构。1990年，当时的英特尔和微软都在 IBM 的屋檐下过日子。微软此时推出了 Windows 3.0， 两个公司一拍即合，成立 Wintel 联盟。微软宣布 Windows 3.0 开始全面支持英特尔处理器。1991年，英特尔开始了 Intel Inside 品牌推广计划。正是这个广告和这个计划的实行，才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个人计算机的认知，消费者才开始关注机器内部所采用的 CPU。如果没有它们，或许现在很多人在购买计算机时，还会把它当作电视、冰箱或其他电器一样，对它们内部的构造和组件缺乏真正的了解。1993年，英特尔开始考虑商标注册的事，但是美国商标局有规定，数字不能作为商标申请的名称，那么下一代就不能叫80586了，得起个正儿八经的名。于是英特尔正式发布了奔腾处理器，开始从数字命名产品转变为使用奔腾命名。该处理器首次采用超标量指令流水结构，引入了指令的乱序执行和分支预测技术，极大提高了处理器的性能。1995年，英特尔推出专为服务器、工作站设计的 CPU 奔腾 Pro， 应用在高速辅助设计、机械引擎、科学计算等领域。英特尔在奔腾 Pro 的设计与制造上又达到了新的高度，总共集成了550万个晶体管，并且整合了高速2G 缓存芯片。1997年，英特尔推出了奔腾2，内部集成了750万个晶体管，并整合了 MMX 指令集技术，可以更快更流畅地播放音视频以及图像等多媒体数据。首次引入了 SEC 封装技术，将高速缓存与处理器整合在一块 PCB 板上。1998年，英特尔对奔腾 Pro 进行升级，重新命名为至强，并发布奔腾2至强处理器，产品线面向中高端企业级服务器、工作站市场。1999年，英特尔发布了赛扬系列处理器。简单来说，赛扬与奔腾2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的内核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在于高速缓存上。随后，英特尔针对不同市场的性能需求，陆续发布了奔腾3和奔腾3至强。2000年，英特尔发布奔腾4系列，集成了4200万个晶体管，支持双通道 DDR 技术，让内存与处理器传输速度也有很大改进。2001年，英特尔联合惠普发布了第一款为顶级企业级服务器及工作站设计的采用超长指令集架构的64位处理器安腾，其中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思想，完全是基于平行并发计算而设计，主要用于超标量执行。对于最苛求性能的企业或者需要高性能运算支持的应用而言，安腾处理器基本是 PC 处理器中唯一的选择。总的来说，它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超前了。英特尔高估了当时软件厂商的开发水平，宣布不再兼容 X86 架构的32位软件。软件开发心想，我这就是一草台班子，总不能再根据它重新写一遍吧。最终，安腾处理器因为软件生态原因停产。2003年，AMD 推出了基于 X86 扩展指令集的64位处理器，它意味着新的 X86 架构的64位处理器能够运行旧的32位软件。这手操作再次让软件生态重新兼容起来，指令集市场的风向开始导向 AMD。此时的英特尔告到法院，想要撤回授权，但是无形的大手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了。于是法院判定，反正你俩都有特长，那不如就相互授权得了。可以说 AMD 这波是秦始皇摸电线。在此之后，英特尔也不得不采用这个扩展集，由于是 AMD 推出的，所以称其为 AMD X86 64。帕特森曾经说过，所以尽管英特尔统治这个市场，其他公司照样能够改变 X86 的发展方向。2005年，处理器逐渐向更多核心、高并行方面发展，英特尔成双核系列。2006年，英特尔推出酷睿系列，酷睿2。自此开始，逐步推出入门级酷睿 i3、主流酷睿 i5、高端酷睿 i7、发烧友酷睿 i9，以及高级别高端处理器的酷睿 Ultra 5、酷睿 Ultra 7、酷睿 Ultra 9等系列处理器。2008年，英特尔推出专为低功耗嵌入式移动设备的 X86 64指令集架构处理器灵动系列。至此， CPU 的发展不仅在工艺制程上不断提升，集成的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品牌的竞争对手之间，处理器的品类也随之丰富起来，以优化不同用户需求和应用场景。2010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一种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的开放指令集架构。因为它是第5个版本，所以称为 RISC-V。与其他商业架构不同， RISC-V 的开放性允许任何人根据需要自由设计、实现和分发处理器内核，从而推动了开源硬件和创新的发展。RISC-V 的生态系统在迅速成长，它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其在新兴市场和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物联网设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高性能计算。它的生态系统不断扩展，涵盖了各种工具链、操作系统和开发支持，为用户和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1985年，赛灵思推出了一种灵活的硬件加速器 XC2064， 它允许用户通过编程来定义其内部电路和功能，无需进行物理修改。这项技术被命名为 FPGA。 在早期， FPGA 主要用于快速原型开发和验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加， FPGA 逐渐被广阔用于通信、图像处理、信号处理和数据中心加速器等领域，以提供定制化的硬件加速解决方案。如今，不断进化的 FPGA 架构和设计工具为现代处理器的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灵活性。两个在 FPGA 行业赫赫有名的公司赛灵思于2020年已被 AMD 收购。阿尔特拉现在成为了英特尔的一部分。2018年6月5日，英特尔为了庆祝英特尔8086诞生40周年，发布了一款限量版 CPU， 命名为英特尔酷睿 i7-8086K。 中央处理器 CPU 作为电子世界的大脑，它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人类科技进步的记录，更是一部人类不断探索与智慧交织的壮丽史诗。从机械到电子管、晶体管，再到中小规模、超大规模、甚大或者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再到多核异构计算，从几千个晶体管到数十亿晶体管， CPU 的每一次革新都推动了人类计算能力的飞跃。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更开启了无限可能的数字时代。展望未来，量子计算、神经形态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崭露头角， CPU 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篇章。在这段科技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发展无疑是一段璀璨的星辰，而它所引领的未来也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我们身处于电子时代的洪流之中，认为这个时代的主体元素无所不能，但是下一个时代的变革也许正悄然来临。